作为 Z 世代或者千禧世代的一员，小伙伴们是否厌倦了婴儿潮一代说的你们这一代人无法应对生活的挑战，弱爆了？事情真的那么简单吗？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本影片的灵感来自于伊迪9892的留言，时代在不断变化，每一代新的年轻人都有独特的挑战和优势，在这个时代，年轻人面临着前几代人甚至无法想象的障碍和机遇。那么，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影响这种对弱点看法的8个关键因素，以及经常被忽视的优势。教育，今天受教育是基本权利，不像过去受教育是种特权，这意味着如今年轻人知识更丰富，观点更多样，对世界有更好的理解，有时这可能会引发同老一代人之间的矛盾。比如，就拿现行有效的社会公正来说，年轻人会经常公开反对不公平待遇，认为这是对职权滥用的反抗，然而对一些上年纪的人来说，会把这误认为是缺点，认为年轻人无法应对压力，但这里真正的挑战是职权滥用，而不仅仅是压力。受教育程度高并不会让年轻人变弱，教育使他们更善于批判性的思考，并为正确的事情挺身而出，他们不害怕质疑过时的规范，为公平的社会而奋斗，这显示了真正的力量和适应能力。科技和社交媒体，科技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世界，我们可以实现全球互联，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有些人认为年轻一代更脆弱，因为他们总是在玩手机。老年人可能会说，在我们那个时代，我们没有智能手机，但我们过得很好。但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化了现实。研究表明，虽然社交媒体会导致上瘾、压力、孤独、焦虑和抑郁，但它也提供了老一辈没有的工具，可以更好地沟通、协作并获取信息。这意味着今天的年轻人面临着新的挑战，比如处理大量信息和假信息，管理他们的线上形象，处理网络霸凌和在线骚扰，平衡屏幕时间与现实生活，应对在网上看起来完美的压力，适应快速变化的技术和就业市场，这些挑战都需要新的适应能力。所以，年轻人并不是天生弱了下来，我们只是面对了新的问题，并积极寻找新的解决方案。心理健康意识，一个积极的变化是心理健康意识的提高，年轻一代更公开地谈论心理健康问题，而不太可能寻求帮助，这种意识对健康至关重要。虽然看起来我们在苦苦挣扎，但实际上我们更善于正面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一种优点而不是缺点的表现。经济压力，现在的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上，高昂的生活成本、学贷使得年轻人更难实现曾经很正常的事情，比如买房。此外，老一辈人经常批评年轻人逃避传统的朝九晚五的工作，频繁换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我们的弱点。任何年轻人都能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平之处，我们理解传统工作结构中的问题，不希望被过时的规范所束缚，这促使我们开始自己的事业，做自由职业者，从事提供更多自由和满足感的项目。年轻人正在通过寻找新的成功途径来适应这些经济挑战。我们不是在逃避工作，我们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成功和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想看更多这样的影片吗？请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了解更多吧。社会期望和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除了前面提到的观点，年轻人的优先事项和期望也发生了变化，大家更加注重平衡工作、个人生活和心理健康。老一辈人可能会认为这是缺乏承诺或错误的弱点，它实际上是在寻求一种更健康、更平衡的生活。年轻人意识到了把自己卖给公司的缺点，以及他总是会得到回报的虚假承诺。我们看到被大公司控制的问题，希望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之间划清界限。我们只是拒绝让工作或让生活定义我们是谁。过于强调安全，我们经常把孩子的安全放在首位，以至于他们不会面临风险或任何形式的困难。这可能会让他们看起来不那么坚强，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更软弱。让我们想一下婴儿潮时代的直升机式育儿，更好的经济条件和对安全的高度关注，使父母有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参与到孩子的生活中。此外，与前几代人相比，家庭，尤其是在更发达的国家，生育孩子更少，并接受了积极育儿等新观念，导致了一种更具保护性和亲力亲为的方式。这种善意的参与往往使孩子们很少有机会自己处理困难的情况。虽然有些年轻人可能因为过度保护而显得不那么坚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天生就比较软弱，他们只是没有太多机会通过艰难的经历来历练。因此，这不仅仅是不同代人的问题，这是面临的不同情况。
与日俱增的自恋。有观点认为，由于过度保护和社交媒体的影响，年轻一代中权力意识强、缺乏同理心等自恋特征正在增多。虽然这些特征是自恋的常见迹象，但它们通常是对更深层次社会问题的反应，并不能真正反映一个人的应对能力。比如，在社交媒体上不断展现完美生活的压力，在日益激烈的就业市场和约会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压力，满足个人和职业恐惧中不断变化期望的需要，都使人们采用自恋的特点作为应对机制。关系机制。分手和离婚的增加会让年轻人看起来无法承担或应对关系的挑战，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我们今天面临的更复杂的动态。年轻人对不良行为和虐待行为更加敏感，所以我们往往比老一辈人更容易离开糟糕的恋情。比如，在过去，社会压力、耻辱和缺乏经济独立常使个人陷入有毒的恋情。如今，随着平等程度提高，经济独立程度提高，教育水平提高，离婚带来的耻辱感的减少，人们更愿意离开那些不成功的恋情，或者那些威胁到生活的问题，比如沟通问题和忠诚问题以及虐待伴侣，这些都会导致分手。我们对有毒恋情的认识以及摆脱这种关系的能力，对时下恋情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挑战，所以给整个一代人贴上弱者的标签过于简单化了。亲爱的 Z 世代、千禧一代，大家面临的挑战是真实的，但力量也是真实的。我们正在驾驭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和快节奏的世界，有了知识、精通技能、技术以及深切的公平感和幸福感。我们并不弱，只是面临不同的挑战，并以独特的方式适应。大家同意我们列的这几条吗？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什么独特的优点？你也面对着新时代的这些问题吗？让我们继续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想了解更多，请看这支影片。